9月16号的早上2点40，在夜色之中，我们悄悄地摸进梦莲湖。4点50，天上的繁星点点，这个是梦莲湖的著名的黑熊。标志牌显示我们的第一站呢将会到这个 Centennial Pass 5.4公里，这是我们必经寺庙山的这个 base。繁星点点，进山的之路。那么目前呢，在这个 trail 上面啊，就只有我们4个小伙伴。今天的这个 trail 呢，是从停车场的1850，我们目的地的寺庙山呢是3545，那么将近爬升呢是1700米。弯弯的月亮挂在天上，40分钟的攀爬，穿过了这个9曲18弯，我们来到了第一站。现在呢，向着更远处的这个金松谷进发。那么天边呢，微微的泛出来一点红色。那么昨天呢，也是极光大爆发的日子。那么今天呢，微微的可以看到一点红色。我们现在在金松谷，那么皓月当空啊，星星相伴。我们现在向寺庙峰进发。晨曦中的石峰谷，我们经过了80分钟的徒步啊，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湖呢，就米纳斯提马湖。那么身后的这个石峰谷啊，已经微微的泛出蓝光。那么微亮的天光之下，那么上面有4盏头灯，点亮着前方的道路。幽静的山谷里面都是可爱的 Ptarmigan 的叫唤声。我们现在啊，向最后的这个 Centennial Pass 冲刺。迎面的这个大山峰呢，就是 Pinnacle。在朝阳之中，我们来到了 Centennial Pass。哇，天边呢泛出来红光，这是我们前面的队友们。哇，身后啊，就是天堂谷。7点10分，朝阳呢已经点亮了天堂谷。我们经过短暂的休整，吃过我们简单的早餐以后啊，我们从Centennial Pass 穿过石峰谷，向我们今天的寺庙峰进发。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寺庙峰的 base， 我们这上面呢还有整整950米等着我们。那么从石峰谷、米纳斯提马湖、Pinnacle， 那么 Centennial Pass， 哇，天堂谷，星光啊已经慢慢的淡去，我们接着向上。那么刚开始的这些攀爬呀，其实每一脚的起降都很大，所以呢，虽然没有什么技术的难度，但是呢，强度很大。这个巍峨的柱子啊，就在我们的头顶。我们翻过了这个石柱的右侧以后啊，还要平行的走一段，才能进入我们的灰带。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，这个石柱啊非常的经典。这个地方呢标志2850，也就是说今天的攀登啊，从1850到2850，已经爬升了1000米。那么剩下的呢900米。那么远处啊，这个 Horseshoe 马蹄湖啊和这个汉嘎碧山呢，已经慢慢的被点亮。那么这个时候山下的人们呢，也在不断在跟进石峰谷。从现在的这个颜色呢，已经可以看出来啊，我们这上面呢就即将啊进入灰带。我们环绕一圈可以看到，灰带呢已经在我目前的这个海拔高度2850。现在啊，很明显我们向前面的灰带平移还有700米啊等着我们。这一段在灰带平移的路呢，相对啊比较平坦。那么我们前面的队友啊，还在这个3级线侧啊往前平推，来到了灰带的 base。我们现在呀要从这个灰带往上。刚开始的灰带的攀爬，显然我们这个队友呢找不着着力点，那么进行有效的踩踏。这一段路啊，如果没有选好路的话呢，当时非常的艰难。
因为这个地方呢，基本上啊全是碎石和滑沙，那么底下呢是铺了沙子，那上面呢铺了一层这个碎石，所以呢要非常的小心啊。最后这个队友呢遭遇了一点这个困难，正在这个沙石地里面向上 struggle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埃菲尔呢已经在这个正前方，那么在这儿呢是 Pinnacle， 然后这身后的呢这个是杭嘎壁，是天堂谷的杭嘎壁。4只手就少很多了，我这还没到3只手，4只手就少。反正我都能弄到里面。那么这条线呢是非常的挑战，然后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，杨小兰往右。这块可以走吧 ？No， 往右，往右，平推过去，平推。这段路呢，看必须啊，要爬升，这个从那个岩缝里面上去，然后顺着那个绳索啊，不断的进行攀登。这条路呢，还是有一定的难度，需要手脚并用啊。好，抓住这个绳子，还是顺着绳子上。好的，可以了。OK， 好了，那么这段崖壁呢就上去了。那么这条灰带啊，颇有一定的难度。那么有2条路，一条是走高里，一条呢是我们走刚才的这条绳索的路，那么都有一定的难度。那么灰带完了以后呢，可以看到这个山石啊已经出现了黄色，那么这个黄带在我们的正前方，这条漫漫的黄带之路，黄带。那么总的来讲呢，还是要有一些经验性和技术性的攀爬。是从这吗？嗯哼。山下呀，飘过来一阵祥云。我们顺着黄带啊，这一段路还是相对比较容易，顺着往上。现在沿着这个侧面的道路啊，不断的向前。仙气飘飘的石峰谷，非常的陡。那么山下的人呢，还可以看到在远处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可以看到这个埃菲尔峰啊已经被我们甩在了山下。这个时候我们的高度啊应该已经超过3100了。那么在这个奋力的攀爬，有很多漂亮的这种层岩，而且是这种层板岩。这种层板岩呢，把它撬开啊，这里面啊就像一本书一样，这多半有化石。现在呢显然啊胜利在望啊。因为我们已经超过了埃菲尔峰了，我们今天的目标3545，那么埃菲尔峰呢是3184，现在的位置是3250，离最后的登顶还有200米啊！石峰谷啊，埃菲尔峰、天堂谷、这个马蹄湖啊，包括远处的这个六冰川谷啊，全部都映入眼帘。
我们这个时候虽然海拔只有200米的跋涉，可是，天哪，在那儿我们的峰顶，看那点对，300米。现在太阳还没有点亮这个寺庙山的这一侧，所以呢，这一侧上面呢，看都是冰和霜。上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土啊，实际上是冻土，在冻土上面踩呢，反而比碎石上面呢来得更加的稳定。那么待会儿下山呢，如果被融化了以后呢，那么情况啊就非常不好说了。那么我们现在最后还有爬高啊200米登顶，一路向上，来到的位置啊，已经胜利在望，3488，离3545呢，已经非常的近了。这时候啊，从这个我的右手边呢，涌进来大量的这个云雾，也就是 Moraine Lake 侧，而我们这个天堂谷呢，仍然是在一片宁静祥和之中。这时候的这个埃菲尔峰啊，也在这个云雾之中。最后冲顶，3545，历尽艰辛呐！天哪！我们来到了白雪皑皑的寺庙山顶。11点10分，我们历经了6个小时20分钟，终于来到了哇埃菲尔峰的峰顶啊！天哪！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寺庙峰的这一面全是风起云涌啊。这一侧呢是一个非常大的狭长的一个雪崩通道，一个高岭。10分，我们在山上啊停留了1个小时，欣赏了无限美景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现在这些上山的人呢，那么全都下山了。我们这是最后的4个。哇，走过这个天堂谷啊！那么这个在崖壁侧下山，那就是万丈的悬崖，哇，颇为惊悚啊！一路徐徐下山，这一段的下山路呢，非常的陡峭。从山线上面络绎不绝的下山的队伍，这对膝盖啊是个极大的考验。进入这一段以后呢，有很多碎石啊，可以呢这个 squeeze down， 那么可以帮啊节约不少体力。我们把这个次顶啊300米，那么已经走完了。那么我们下面呢，迎接我们将是Yellow Band 和 Grey Band， 下这个 Yellow Band。现在呢 ，Yellow Band 呢已经下了一半，相对来讲呢 ，Yellow Band 呢还是比较容易的。前面的灰色的等着我们呢，那就是 Grey Band。我们从这个 Yellow Band 的一侧徐徐下降。那么这个黄带呢，这个 Yellow Band 呢，那么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这个小型的断层。那么多加小心呢，还是可以安全的 handle。人们络绎不绝的从黄带上面下来，这是黄带最后的一个断层。
下面呢就是黄带的一马平川，然后下面紧接着就是灰带了。这一段呢即将进入我们这个灰带啊最为艰难的一部分。这是灰带的上面的这个裂缝部分。那么下面呢，过完这个裂缝迂回到左边以后啊，就进入那个绳索部分。是这一段最险的绳索区。我们要通过这个绳索呢，绳降，冲这个沟里面呢，从这降下去。那么这一段绳降呢，其实还是可以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已经绳降到最下面一段了。好了，它下去了。这一段呢，小的一块崖壁，对，所以这够比较难够，是吧？那么先把手呢，应该放到这个地方，从这儿踩过来。走这边好走，这边好走。然后那只脚，左脚到那，左脚对，左脚到那地方，身子往前倾。左脚上去。要指导他搭一只脚。对，那不然不行。你让他搭一只脚，指导他的一只脚，那只右脚，搭那儿可以了，就下，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对，可以了。然后这个还有一点，这还有一点可以了，就跳下来就完了。然后那只脚，你这样，这然后往那边走，对，这有一个，这，对，这有一点，OK， 好，就抓住了，我争取不服你哈，让你自己弄，对，很好，下去了，很好，下来了，可以，好，那么最后的这一带，Grey Band 呢还要在这个砂石路里面要下降。队伍啊已经顺利的完成了灰带，那么回到了呢我们的这个base， 那么这个 base 呢还要再往下呢，就会回到我们的 Centennial Pass， 我们就要回到 Centennial Pass。这个危险啊！回到了 Centennial Pass， 现在可以看到山上人呢，现在还在络绎不绝的，小蚂蚁一样在往下下。我这就是你这见 Centennial Pass， 踏上了回家之路。那么远处啊，再回望一眼这个 Temple 山，那么这个 Temple 山呢，就是在这个前方啊，这个高耸入云的这个方方正正的这个头。那么秋意啊渐起，那么草地和金松啊泛起了一点点黄色。我们的队员们唱着胜利的欢歌，完成了今天的这个壮举啊！大家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。我们在下午的4点半回到了我们的 Moraine Lake， 完成了今天4妙山的这个壮举。哇，将近12个小时啊！那么16公里，爬升呢1700，那么下降呢也是1700，非常有成就的一天呢。